究竟是一辆什么车子，能让大鲨鱼奥尼尔高兴得像一个孩子？这是一辆越野车，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，但并不是奥尼尔买不起，而是他的体型太大，一般的车根本坐不进去。于是他找到了好友老杨，要定制一辆越野车。两人合作过很多次，手艺高超的老杨每次都能让奥尼尔满意。那么这次他的表现会怎么样呢？老杨选了一辆吉普的牧马人，考虑到奥尼尔庞大的身躯，他们要装一套普康的悬挂和福克斯的减震器，然后把4门变2门，分别切开，然后焊在一起，方便奥尼尔的进出。接着用巴斯夫的涂料把车子变成墨砂黑，前面安装毒蜘蛛的挡泥板和保险杠，车顶再加1组灯光，最后再来一套将军轮胎，外表的翻新就完成了。至于内饰方面，老杨会把奥尼尔的签名印刻在真皮的座椅套上，再安装一套先锋牌音响，这辆私人定制版牧马人就大功告成了。效果图看起来威武霸气，非常符合奥尼尔大鲨鱼的气质。清楚计划后，员工们立即开始行动，很快车子就被拆成了骨架。他们打算从底盘开始做起，按照计划的要求，车子的高度并没有抬升太多，所以工作量并不算大，天黑之前就能完成。他们用千斤顶把车子抬起，然后拆掉了轮轴，换上了新的弹簧，再把控制臂给装回去，新的悬挂系统就做好了。接下来就是安装减震器。和一般钢制减震器不同的是，这个的材质是铝合金，运行起来温度更低，能保证奥尼尔在越野时的体验感。不过就算底盘改得再好，坐不进去也是白搭，所以他们要改进车内结构，保证内部的空间。这里的改动我觉得有点危险，他们把壁柱切掉，拉到了后面，这样虽然加大了车门，但是改变了车子结构的完整性，一旦出事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车厂的速度很快，仅仅5天就完成了大半。不过奥尼尔还是很着急，他派自己的表弟来查看进度。尽管车子还未完成，可表弟看到车子后就很激动，直言要留着自己开。据说什么东西在奥尼尔手中都很小，矿泉水在他手里就像口服液，同样车子也不例外。为了能开上一辆越野车，奥尼尔不得不找人定制，这给西岸车厂带来很大压力，因为他们要把壁柱向后移，打造更大的车门，而且这辆牧马人是2010款的，所以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车门。不过难找不代表没有，经过销售部的一番努力，才花高价淘到2个车门。他们要把车门切成2半，然后再焊接到一起。这种精密的活需要老杨亲自上场，完成后他把半扇门拿去对比，不偏不倚刚刚好，这种大门才能符合奥尼尔的体型。根据老杨的说法，2个原装的门拼接起来，打磨喷漆后根本看不出改装的痕迹。门的问题虽然解决了，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，那就是玻璃。车厂必须要生产自己的模具，才能造出尺寸合适的玻璃。根据以前的经验来看，他们会先用铝板模拟，尺寸合格后再拿出来，然后送到玻璃厂冲压，才能打造出完全符合标准的玻璃，这样能节省不少时间。几人拿着切好的铝片放进去比对，然后再进行一些修剪。正当他们忙得正欢时，一旁的红衣哥往地上扔了一串鞭炮。别看胖哥反应虽然不大，但其实他是被吓懵了，这个行为很危险，一旦胖哥被吓得脱了手，很难想象会是什么局面。不过大家也都没有在意。模具制作完成后，老杨把车送去涂装厂喷漆，车子现在只剩一个外壳，他坐在前面让员工在后面推。看来改车不只是敲敲打打，改车那是人情世故啊。接下来的事情就不需要他再插手，所以老杨决定带着家人去游玩，顺便回顾自己发家的历史，让孩子们理解奋斗的意义。当初老杨为了梦想贷款了$5000，开了一家只有1500平的改装厂，从最初的无人问津，到现在资产遍布全国，和各路明星做朋友，一路走来有太多的辛酸，不过老杨都挺了过来。我想现在是他最幸福的时刻，奋斗了大半辈子，现在有了属于自己的产业，带着妻子儿女回忆着从前，这大概是每个男人的梦想吧。给篮球巨星奥尼尔改装车子是什么体验？一辆4座的吉普牧马人，硬生生的被干成了2座，这都是因为他那巨大的体格子。话说上集老杨在和家人回顾过往，正在指点江山时被奥尼尔电话打断，说他已经等不及了，让老杨别偷懒，赶紧回去改车。无奈的老杨只能拿着图纸找到内饰部门，商量车内的细节，打造出符合大鲨鱼气质样子。考虑到他特殊的身份，老杨决定走简洁路线，里面的颜色改成全黑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座椅，把原本的布套拆掉，换成带有大鲨鱼 logo 的真皮。另一边的员工们开始给车子喷漆，整车的颜色选择的是墨砂黑，看起来更有质感。定制的玻璃到货后，让我感觉很疑惑，这块玻璃竟然也是暗黑色的。现在车子基本上完成，老杨要回顾一下改装细节，确保没有任何遗漏。从最开始的银色牧马人，切割了车门并加大了悬挂，车前装也安装了一个绞盘，内饰还定制了真皮座椅，上面印着奥尼尔的标志。在听觉方面，他们在车里装了2个低音喇叭，最后以全车黑色收尾。整个过程很顺畅全面，完成后的车子很大气，我想就算奥尼尔站在旁边，这辆牧马人也完全不输气场。接下来就是给送货了，老杨想给他制造一个惊喜，所以并没有告诉奥尼尔车子已经完成。他和儿子悄悄地来到他家里，
虽然咱们老杨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可当他看到眼前的大房子，还是流出了羡慕口水。两人以为奥尼尔还在睡觉，所以一直都小心翼翼的。当两人看到他收藏的超人雕像时，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。他们在房间里绕来绕去，终于在办公室发现了他。老杨让儿子小杨先进去，但一开始奥尼尔并没有认出来他，直到小杨说出了父亲的名字。看来他们米国和我们一样，向村里长辈介绍自己时，只有说出父亲的名字才会被认出来。为了给奥尼尔制造惊喜，老杨让儿子捂住他的眼睛。看到车子的一刹那，奥尼尔彻底忍不住了。他激动的鞋子都跑掉了，终于有了一款属于自己的越野车。两人坐进车里时，从外面看老杨就像一个婴儿。